无人的外送。细雨绵绵，雨刷来回摆动着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夜晚的街道湿滑而寂静，街灯映照在雨滴上，折射出斑斓的光点。这样的天气对于夜间外送员来说，总是带着些许不便，能不能多接几单，完全取决于运气。我是个兼职的夜间外送员，在疫情期间，这份工作虽然风险不小，但收入尚可，能支撑我度过这段艰难时期。那天晚上，我接到一笔订单，取餐后骑着机车来到送餐地点，一间位在车站附近的旅店。这类小型旅馆在疫情期间大多被改为防疫旅馆，专门接收返国旅客或确诊患者隔离。然而，当我走进柜台，报上房号，却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送外送的，这间房有订餐，我朝着柜台的年轻服务生说道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迟疑，然后低头翻阅电脑上的资料。先生，您确定是这间房吗？他的语气带着些微的不确定。对啊，这是订单显示的房号，我将手机上的资讯递给他看。服务生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欲言又止。这间房没有人住，他终于开口，语气有些迟疑。我皱起眉头，怎么可能？订单刚刚才来的，应该是住客点的吧？服务生却摇了摇头，真的没有人住，而且我们不能让你上去查看，我们会帮您取消订单的，辛苦了。这话说得斩钉截铁，完全不容置疑。虽然感到诡异，但毕竟钱还是会退回来，我也没多想，只能无奈地收起手机，转身离开。然而，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又收到一笔来自同样地点、同一间房的订单。这次接单的并不是我，而是另一名外送员。他将餐点送到旅馆后，同样被告知房内无人居住，只能悻悻然离开。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。我们这些夜班外送员在群组中讨论起这件事，大家都觉得有些诡异。订单的地址永远指向那间空无一人的房间，每次送到旅馆，服务生都会以同样的理由拒收。这种情况已经不只是恶作剧那么简单了。我明天要亲自去问个清楚，这样白跑的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决定第5天亲自接下这张订单，再次来到那间旅馆。当我进门时，柜台的服务生看到我，脸色微变，似乎已经猜到我是来做什么的。先生，您又来了。是啊，我把手机上的订单递给他看，同样的房号，连续几天都有订餐，但你们一直说没人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服务生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望了望四周，确定大厅内没有其他人后，才压低声音说道，这件事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，但有个事实，我希望你听完后不要多问，也不要再接这间房的订单了。这间旅馆在疫情期间被征用为防疫旅馆，有不少从国外返台的旅客都住过这里。你也知道，那段时间疫情严重，有些确诊者没能撑过隔离期。我瞬间一震，心底泛起一股寒意。你是说这间房住过确诊后过世的旅客？服务生点了点头，脸色有些阴郁。这间房之前住着一位从欧美返台的男子，原本还有轻微症状，但没几天就病情恶化，最后没能等到医院的病床，他在房内孤独地离世了。我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冷，仿佛旅馆内的空调温度瞬间降低了几度。但是他已经离开了，不是吗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是啊，人是离开了，服务生苦笑，但账号还在。他的手机或许还连接着外送平台，他或许还记得自己最喜欢吃的那几样菜，所以你们才会收到来自这间房的订单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发颤，订单上的时间显示依旧是今天晚上。他真的还在点餐吗？还是只是某种未完成的执念，在网络的数据间反复浮现？我忽然想起，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，
有些患者发病到离世，甚至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。他们本来满心期待着能够回家与家人团聚，却没能等到那一天。或许这间房的住客也是如此吧。他只是个普通的旅客，在回家的途中染病，孤独地躺在房间的床上，等着身体康复，等着能够出门，等着家人来接他，但最后却只等到了生命的终点。想到这里，我的鼻头竟有些微微发酸。离开旅馆后，我没有取消订单，而是把餐点放在柜台旁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份外送还是送上去吧。”服务生抬起头，微微一愣。或许他还在等着这份餐点吧，我喃喃说道，然后转身离开，让旅馆的大门将我与那座无人居住的房间隔开。细雨仍然不断落下，夜晚的空气潮湿而冰冷。但不知为何，这次我的心中却没有了先前的惊恐，取而代之的只有一丝深深的遗憾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